俄本土遭到反俄武装大规模袭击，普京下令进入反恐状态。俄罗斯国内外局势是持续紧张。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讯说。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5月22日，俄官方称一支乌军装甲分队突然攻进了俄境内临近乌克兰的别尔哥罗德州。乌方回应，这次入侵行动完全是俄罗斯公民自行组织的，由俄罗斯志愿军和自由军团发起的解放俄罗斯的行动。这一次攻击俄本土的部队当中，已经有39名武装人员被消灭，5人被俘，还有1名俄罗斯人列夫金被通缉。这一次入侵行动对俄乌战局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啊。那首先呢，这是俄罗斯本土第一次遭到了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打破了俄罗斯作为军事强国没人敢正面叫板的形象。那尽管入侵的破坏分子已经被俄罗斯消灭，但是俄罗斯边境防御薄弱已经是暴露了。北约等西方国家已经通过这件事发现俄罗斯国力的外强中干。那此前，北约国家虽然在俄乌冲突当中大力支持乌克兰，但毕竟这战场嘛是在乌克兰国内，再怎么打那也是损害乌克兰的国土和公民。另外，北约支援乌克兰远程武器时，都会要求乌克兰不得攻击俄罗斯本土目标。对于俄罗斯世界第2大军事强国的地位，这北约各国呢都是有所忌惮的呀。那不想与俄罗斯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一次对俄本土的入侵打破了之前谁也不敢触碰的底线。俄乌冲突如果长期持续的话，后面对俄罗斯本土的入境攻击可能会越来越多。那其次呢，这一次俄叛军入境攻击说明了俄罗斯境内外存在着大量的反战人士，反对派组织的武装部队开始出现。那这一次反俄组织不仅是入侵了俄本土，还宣布成立别尔哥罗德共和国，提醒俄罗斯国内的反战呼声不仅没有变弱，还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武装力量，想要分裂俄罗斯。从这支武装部队的规模和装备来看，只靠俄罗斯志愿军和自由军团，那是很难在俄境内闹出这么大动静的。这次入侵行动很有可能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计划。尽管这支部队最终会被俄罗斯消灭，但其背后的势力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还可能招募更多这样的反战人士，给俄罗斯边境带来隐患。那最后呢，这次反俄武装入境的攻击标志着武装反抗普京政权的开始，俄罗斯的强权统治受到了威胁。俄罗斯国内反战声音持续的高涨，普京对于这种武装反抗行动，那自然会强力的镇压。但是，俄乌冲突不解决，这种武装反抗将会成为常态。俄罗斯幅员辽阔，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安分的地区，那尤其是俄罗斯南部的车臣、达吉斯坦等共和国与俄罗斯存在着很多的历史问题。俄罗斯因为俄乌冲突导致国内外的形势紧张，随着反对声音的越来越多，一旦俄罗斯开始衰落的话，那么这些地方很有可能联合反俄武装一起反抗俄罗斯统治。那到时候，俄罗斯很有可能再次面临肢解的状况。经历这次事件，俄罗斯要好好做好后防工作。那之前的克里姆林宫遇袭已经是发出过类似的警告了。那最重要的是，俄乌冲突再拖下去，对俄罗斯将会越来越不利。内忧外患之下，俄罗斯政权也将摇摇欲坠。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